好，各位同學，接下來的這個章節呢，我們要講的一個原理呢，叫做有限脈衝響應濾波器，英文叫做 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lter。那一般呢，我們簡稱 FIR filter。那這個是一個利用數位訊號處理器或者是電腦來處理訊號的一個過程。那我們之前學的說，我們把類比的訊號，類比的訊號經過數位類比轉換，不是類比數位轉換轉成數字了以後，這些數字我們的聲音本來是類比的這個波形，已經變成數字了以後，我們就可以在電腦裡面利用這個數位的運算，好，然後來讓我們的這個，比如說我想要讓我的聲音更好，好，比如說我想要進行壓縮等等，好，我們都可以經過這個用電腦，因為它已經變成數字了嘛，那我們電腦就是用加減乘除運算來改變這個數位訊號，讓它變得更好，或者是我們進行壓縮等等的運算。那最簡單的方法呢，就叫做 FIR filter， 好，有限脈冲響應濾波器。那什麼叫做有限？什麼叫做脈冲響應？好，那就是之後我們會談到的部分。好，所以我們的這個數位濾波啊，好。好，我們的數位濾波呢，我們是先將我們的訊號，好，傳到一個這個本來是類比訊號嘛，經過 AD 轉換，好，我們呢把它變成是一個數位的離散的訊號，接下來，啊，我們把它送到 computer。或者是這個 DSP 運算，或者是這個 microcontroller。總之呢，我們是把我們的這個資料呢傳到電腦裡面去做運算，好，用程式來做計算。然後接下來呢，它產生新的數據呢，我們稱為 YN。那再經過這個數位到類比的轉換，數位到類比的轉換，然後我們最後再把它變為 YN YT。這個過程呢，就是一個利用數位濾波器來做計算的過程。那我們目前的重點呢，當然就是在這裡，好，這裡我們前面在講了 AD， 講了 DA。那我們現在的重點就在中間的這個部分，好，這個運算的部分呢，好，它可以是一個 algorithm， 好，運算的 processing algorithm， 那它可以是一個 software， 比如說你用 C 語言。比如說你用 MATLAB， 好，等等。那當然，你也可以用硬體來完成這個電腦的運算啊，比如說，DSP 晶片，好，或者是 IC 哈等等。那這個 DSP 呢，好，我們就叫它是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好，所以我們 FIR filter 的這個重點呢，在中間的這個部分。OK， 好，所以我們的重點在於
中間的部分嘛，好，但是我們的這個運算呢是一個 discrete time 的系統。好，我們的這個重點呢是一個 discrete time 的 system， 那我們只重視在這個中間的部分 S of n 呢，經過系統變成這個 yn 的這個過程。好，首先呢，我們就先來看一個例子啊，它是這樣子，我呢在這個時間軸上面呢。有一個資料點 S of n， 它呢隨着時間在0之前呢都沒訊號。那在0呢這個時間點有2這個強度，在1這個時間點呢有4這個強度，2這個時間點有6這個強度，所以它是0000246420000啊，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三角波的波形嘛，啊，三角波的波形。那，我們現在呢就要用數位濾波器呢來對它做一個運算。好，那我們的數位濾波器是長成什麼樣子呢？好，我們是用一個叫做3點平均濾波器，3點，好 ，3 point average， 好 ，filter， 它寫成公式是這樣子啊。y of n 等於1/3的 S of n 加上1/3的 S of n 加1，再加上看一下，好，再加上1/3的 S of n 加2，好，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3點平均濾波器。好，這個什麼意思哦？比如說 n 代0 ，y of 0等於1/3的 S of 0加 S of 1加 S of 2，對不對？好，那它就是等於 y of 0，好，它就等於 S of 0加 S of 1加 S of 2除以3，好，它就是一個3點平均的濾波器。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根據這個公式，好，根據3點平均濾波器的公式呢，來計算 y of n。好，那我們寫在它的下面了，好 ，y of n 呢？我們寫在它的下面。比如說我們3個點，好 ，y 呢 n 如果帶-4，好，就等於 S of -4加 S of -3加 S of -2，好，除以3，好，所以就是-4加-3加-2。0加0加0除以3，好，所以這一點呢 ，yn 等於0。再來呢 ，n 等於-3的情況下 ，S of -3、S of -2、S of -1加起來除以3，這3個點加起來除以3，0加0加0除以3。再來是這3個點，好 ，n 帶-2的時候 ，y of -2等於-2。-1 0，這個加這個加這個除以3， 0加0加2等於2/3。好，那再來是0加2加4 6除以3等於2。好，再來是2加4加6 12除以3等於4。再來是4加6加4 14除以3等於14除以3，
再是6加4加2 12除以3等於4，再加4加2加0 6除以3等於2。2加0加0 2/3，好，再是0 0 0，這個就是一個 FIR filter 的運算了。好，你就是把3個點，好，利用這個公式，就把3個點加起來除以3，就得到一個值。得到這個值以後，本來是0 0 0 2 4 6 4 2 0 0 0。現在的 y 呢變成是0 0 2/3 2 4 14 4 2 2 0 0 0。OK， 如果用图形來看，好，如果用图形來看，本來是0 0 0 2 4 2 6 4 2 0 0 0，接下來呢是怎麼樣？我經過3點平均以後，變成0 0 2/3 2 4這樣0 0 0。經過了這個3點平均濾波器，本來是 S of n， 現在變成 yn， 本來是一個很像三角形的波形，現在怎麼樣？有點點像一個饅頭的形狀，好，有點點像一個饅頭的形狀。那這樣一個饅頭的形狀，本來尖尖的變成圓圓的。好，如果讓你們猜一下，這樣的一個濾波器，它是一個高通濾波器，啊 ，high pass filter， 還是 low pass filter？ 好，是一個 high pass filter 還是 low pass filter？ 那基本上，如果你把一個很變化比較快的東西呢，變成比較緩慢，就相當於你其實是把高頻的訊號濾掉 ，OK？ 所以呢，它其實比較接近是一個 low pass filter 的概念。好，那我們這樣的計算呢？好，我們剛才這樣的計算，我們在計算這個值的時候，我們應用到這3個值。那這件事情在即時性的訊號處理的時候，做不做得到？什麼是即時性？就是我現在錄音，然後呢，我現在用行動電話講的時候，那另外一邊的人呢，立刻要用耳朵來聽到我的聲音。這樣的計算適不適用在我剛才講的這種即時的行動通訊上面呢？好，事實上是不行的。為什麼？因為你用了第0秒的時候，你用了第2秒的資訊。這個紅色的部分是 future， 是未來的資料啊。這個時間點呢，是現在。好，那過去呢？未來，這個時間點是現在。未來呢？好，這裡呢，都叫做過去、過去、現在、未來。你如果是一個即時性的訊號處理，你絕對不能夠用未來的讯號嘛，不然的話，你一定要等一段時間，你才能夠傳到對方的耳朵裡面。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剛才這邊提出來的3點平均濾波器啊，不好，對不對？因為它用了未來的資訊。第0秒的時候，第0個時間點，我居然用到第1個時間點跟第2個時間點的訊號，這個不好。但是我又很想要用 low pass filter 啊，那怎麼辦？事實上，我不喜歡這個加號嘛，
對不對？你有加號，你就用了未來的東西。我比較喜歡減號，對不對？所以剛才這個運算哦，它事實上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它並不是一個即時的訊號處理的例子。如果我們要把這個運算呢變成是即時訊號處理的話，那我們必須把剛才的這個3點平均濾波器哦稍微改一下。然後呢，我要是3點平均濾波器。好，我應該把剛才的那個公式改變一下，變成什麼 ？y of n 等於1/3的 s of n， 怎麼樣？我說我不喜歡加號嘛，但是我可以用減號啊，用減號一樣是1/3啊，一樣是3個點啊。1/3 s of n 減1加上1/3的 s of n 減2。好，所以呢，這樣的一個系統呢，好才是可以做 real time。好，所以才會可以做 real time。所以我們對於一個這個 FIR 的通式這樣的一個 FIR 的 filter 我們呢可以把它寫成 y of n 等於一個 summation k 等於0到 m bk s of n 減 k。好，什麼意思？這個 bk 就是這個1/3的係數。如果像剛才這個例子這個 bk 呢，它就是1/3、1/3、1/3。好，如果我們今天寫說，bk。好，我有個 FIR filter， 它的 bk 呢等於3-1、2、1。好，如果沒有寫的話呢，這個就是0。好，那你的 y of n 呢，就等於b0，根據這個公式嘛 ，s of n 減0加上 b1。s of n 減 1 加上 b2 s of n 減 2 加上 b3 0、1、2、3 s of n 減 3。好，就把這個東西帶進去。3倍的 s of n 減掉 s of n 減1。加上2倍的 s of n 減2，加上 s of n 減3。那我們對於這個 bk 我們就說它是 FIR filter 的參數。k 等於0。好，從0開始的話呢，你才是一個 real time 的系統，對不對？你從0開始才是一個 real time 的系統。如果你 k 如果等於負的話 ，k 如果等於負號開始的話，那你這裡就會變成加號。那變成加號的話，那你就會用到未來的值，這就不是一個即時系統。那沒有人規定我們一定要即時系統。如果你的這個運算不需要即時的話，事實上你的 k 可以從負的開始。好，那如果你希望它是 real time 的話，那你的這個 k 呢就必須要從0開始。
那這個就是一個FIR filter 的這個通式。好，那我們看的這個 FIR 的通式哦，它 BK 好 BK 呢，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filter coefficient。好，那這個我們的 M 呢，好 M 呢就是 filter order。好，我們在中文裡面我们會講說，總共是幾階的 filter。如果你 n 減1的話，好，有減1的話，那就1階；最大 n 減3就3階，n 減5就5階。好，這很簡單。好，那我們這個運算哦，其實就是我把 bk 好乘上每一個 s of n， 對，我把 bk 呢乘上每個 s of n， 然後呢再把它加起來平均。那下一個點呢，又是這3個值，好，加起來平均。這個點呢，又是這3個值加起來平均。那當然這是用未來的，反過來我用過去的平均值的來運算的話，這個點等於這3個點加起來的平均，這個點等於這3個點加起來平均。那看起來它其實就是一個，我好像有一個窗戶，有一個窗戶，對不對？然後呢，這個點等於這3個點。好，我現在等於這個窗戶所包含到的區域加起來平均，好，再移過來，再移過來，好，這個點等於過去的值的一個運算，然後一直滑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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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動。所以在我們的這個訊號系統或者是訊號處理裡面，我們習慣了好說這樣的一個過程，好，就是我們的運算，它就是一個 window。好，這樣的運算呢，好，它就是一個 window。那這個 window 呢，我們會滑動它，好 slide， 好，滑動這個 window 呢，然後去做計算。好，那我們有些時候我們說這是一個 sliding window 的這個 average， 好，然後把全部的資料平均在一起。OK。那你說在我們的這個平常的生活中，你們有沒有看過 FIR filter？ 好，其實是有的。那或許你沒有，可是你家裡面的親戚或者是父母親，有可能他們有買賣股票，他們一定聽過一種資訊哦，叫做什麼年線、月線、半年線等等。那它是什麼意思？好，這個是一個股票行情的一個資訊圖啊。什麼叫年線？很簡單嘛，年線就是把一年的股票行情整個平均在一起，就是年線了。你從今天開始起算的過去365天的這個股票行情，你全部都把它平均在一起。然後昨天呢，就用昨天在之前的365天的資料平均在一起。那你可以想見嘛，因為你有平均，所以它會很緩慢，很緩慢，你就可以看出是一個大的趨勢。那在買賣股票的人，他會以這個數據來做一個參考。目前來說，像這條曲線是每天的股票行情，紅色的線呢是一個這個50天的平均線。那他覺得說，如果你高於50天的平均線高太多，我會覺得說，你有可能短期漲過多咯，有可能你會回來等等。那這個的動作其實也是一個 FIR filter。那這個是一個50點嘛，如果月線呢，就是30天的30個 point 的 moving average， 對，30點的平均濾波器。那月線好，那週線就是你拿前7天的資料平均在一起，好，就是所謂的週線。那我們說這個
平均濾波器啊，它到底怎麼樣？它可以濾掉什麼樣的波形呢？其實想法很簡單，如果你是你的這個資料的週期，好，是一個旋波。如果你的週期呢是總共一個週期是8個數據點，那用數位的嘛，一個週期是8個數據點。那如果你剛好用8點平均濾波器，8個點一個旋波，那一個旋波，然後呢，你把8個點啊加在一起平均，那當然它就會被你過濾掉。好，以這樣的例子，啊，這一個數據點，好，它的公式是用這個描述。好，那它的週期呢就是8，啊，8個數據點，對吧？你看，就是n 等於0到8，它就是走到2拍嘛，对不對？啊，0帶進去就這項是0，那8帶進去8除以8等於1，0到2拍，所以它的週期呢就是等於是0到2拍呢就是經過8個點，對不對？那週期就是8。那如果你用3點平均濾波，這個是一個旋波嘛，但是它還有一個緩慢上升的一個現象。那如果你用3點平均濾波器來對它做運算的時候，它整個旋波好像會稍稍變小一點點，哦，變小一點點。可是事實上你沒有什麼感覺。好，如果你用的是3點平均濾波器的話 ，OK。可是如果你今天用的是什麼？如果你今天用的是7點平均濾波器，你看哦，從波峰到波峰。1、2、3、4、5、6、7，好，7個點。那其實它應該是8個點，週期是8個點嘛。那我如果每7個點給它平均一次，你看這個旋波，因為你接近是一個週期嘛，你幾乎可以把這個 cosine 這一項給過濾掉了。好，這個 cosine 這項整個被壓平了，你幾乎你的運算找出了這個最大的趨勢，就好像股票行情啊，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那有一個趨勢，那我希望我把這個趨勢過濾掉，好，我把這個趨勢過濾掉，那我把這個雜訊，這個高高低低是雜訊，那我想要找出這個正確的趨勢，好，那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雜訊來源的頻率是多少？好，我們就可以用相對應的濾波器呢，把這個雜訊過濾掉。好，這個就是 FIR filter 它厲害的地方。